小了半天醒了。哎，你那嗓子都喊劈了，你自己是不知道，你喊的那叫一个凄厉。来，用我手机，有什么事打字。我朋友呢？你问你那医生门牌的富国朋友，他腿伤了，肿的就跟那大萝卜一样，先送去医院了。医生说得截肢。那边我是没办法了，我就只能看着你啊。你是不知道，你才从那土里边出来的时候，就跟那土豆一样。我给你拿点水，我是哗，然后给你晒太阳，杀菌又消毒，还长个儿。哇，全部给你冲干净。你醒了？不是，你还好吗？红纱截肢了。什么截肢？没截肢，他只是被夹伤腿而已，已经送去医院了。走！我救你的啊！沼泽里有什么？让13000和你说吧。我跟你讲啊，那东西就跟我屁股一样，有2片，还能夹人。我摸了一下它那壳，就和那蚌一样。但是它也不完全是蚌，因为那蚌是在水里边的，它不会在泥里边玩，而且长不了那么大个儿。确实挺奇怪的，那个蚌很异常。你们怎么击退他的？多亏了13000。嗨，这事儿啊，你还真得给我这屁股道个歉。当时情况紧急，罗振比手都掉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实际就是一个蛟龙入海，然后我在那个泥里边寻找那蚌的踪迹，果然就被我发现了。我一个黑虎掏心，拖住它的蚌肉一拧，它一吃动，那壳啪就张开了。我左手拖着你，我想去看一下红纱。你们的事情，红纱和我说了。我和13000刚发现这艘船的时候，里面有很多物资。刚开始我想不通，为什么会有人住在这里。直到红纱跟我说，他叔叔是来采宝的，我就明白了。大湖干涸了，这一带能够养猪的地方只有湖心和湖野。他叔叔要每天的检测，所以住这里最方便。找到他二叔了吗？还不确定。不过我们从村里走过来的时候，确实看到过一个人，没准儿就是他叔叔。那个夯实去过4趟了，不过什么也没发现，还需要继续找线索。吃了吧，对嗓子好。对嗓子好。笑什么？不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水手哨，穿透力极强，以后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可以吹，还救过我几次。给我的。你先休息吧，我去干活了。转寄？怎么说呢？把你买的一批装备送到河浦，什么情况？哎，不是你等一会儿，我记一下。
说，慢点。特快，行，成，知道了。我妹妹小师傅也在，她不是上花城面试去了吗？罗哥，你给我交一实底，你们是不是故意不带我的呀？不是，是偶遇。什么偶遇呀？你们仨人在三三兄老家偶遇，这有人信？4个人，还一女。罗哥，你们带新人都不带我了？行了，你记得帮我转寄就行了。哦，对了，跟张叔说木代没事儿。不是，挂了。幻想指引我们过来，到底是找什么？木代他们也来了，只是个巧合吗？吴帆，我正想你呢。他们说你喊救命把嗓子喊哑了。我一路上给你找别扭，你都不记仇。这样，我回去让我爷给你加钱。好。罗然给你租轮椅了，待会儿就能出院了。好。对了，木代，那个罗任，他是你男朋友吗？不是。啊，太好了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我觉得我好像对他一见钟情了。他长得好帅，又高。而且还救了我，而且办事还利落，简直跟我小时候看的小说男主一模一样。我看到他之后，我那个心就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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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在跳。你不会信了吧？我逗你呢，我演的这么好。而且我跟他聊了2句之后，我就发现了。他和你的关系肯定非比寻常，唉，但是我这还没练呢就失恋了，还是好心痛。你得让我心里好受点。那我不给你加钱了，行吗？哦。哼，人财两空。曹棒棒，你不能掉以轻心，人就是这么慢慢被边缘化的。哎呀，他们已经组成了小团体，孤立你，他们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，却不带你。只让你搞后勤。哦，你能接张叔的班啊？别忘了，还有个女的呢，那个新人。对，我将会被那个新人取代。我在团队当中的位置将不复存在。凭什么？我可是见过幻象的人，现在追还来得及，来得及。不然斗地主喽！不，山不向我走来，我们
便向山走去。你别说哈，你还真别说，这船一看吧，虽然破，但是它挺好看，还真有探险那味儿了。哎呦，你行不行啊？小心啊，小心！不是，哎呀，哎，不是，咱们在这儿怎么吃饭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想去那边看看，你给我推去那儿呗。那后面，那后面。抬，那边，那边。咋咋呼呼的，小柱，什么玩意儿？我让朋友给我弄了些装备，曹胖胖用特快转机过来了。什么装备啊？无人机、土质探测仪。这边滩涂太大了，又有暗洞，还是提前检测一下比较好。不会是什么违禁的器械吧？如果真的是违禁的话，你觉得会让机吗？行。木代，我去接一下装备。那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你上班呢。喂，爷爷，我们刚到船上。我们刚到，这可好了，真的，很安全。我们这什么都有，有吃的，有喝的，还有泡面。还在这做饭呢。是不是有消息了？真的，木代朋友在村里看到一个人，8成就是他。肯定在。我们马上就找到他了，他的日用品和装备都在船上，反正也就这2天的事儿，肯定能找到，你放心吧。我知道了。罗仁他不适合你，我是看见咱们相处了很久的份上，好心提醒啊，你不要觉得我说话不好听。是，他是个好人，但是我从见他的第一眼开始，我就知道他的背景一定特复杂。来五竹村的路上，我听到他打了个电话。黑沙县的情况怎么样？暂时还没有猎豹消息。你说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呀？我看你功夫又好，动作又利索。之前在国外打工挣钱。那黑沙是什么地方啊？那新闻里都经常播报的国外战乱区，那什么人在那儿混？刚才听到他说什么寄装备，我看他寄那装备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东西。小老板娘，你别嫌我多嘴，我这是咱酒吧一条酒的，你是未来咱们酒吧的老板娘，咱们跟他不是一路人。我能看出来，他喜欢你，那是因为你讨人喜欢。你知道为什么你们俩的关系就只能停留在喜欢，没法再往前推进了吗？我告诉你为什么，那是因为他自己都知道，他跟你就不合适。我想。你先休息吧，我去干活了。放！哇，哎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人家2个谈恋爱，你管什么闲事儿？那什么时候能轮到你在那指手画脚的呀？怎么就不轮到我在这儿了？你不要以为自己有2个臭钱就了不起了，我以后要是找个老婆，一定会比你有钱。哎呦，你还找老婆呢？你看你自己穿着衣服的颜色，绿色。你看我上来收拾你啊！小心点啊，我拉你。我换个地儿上，真是的，居然轮到一个瘸子在这跟我叫嚣，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！你得等着，我今儿就把你那条腿给你打断，你信不信？痛！痛！小老板娘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就你这样还跟我打呢？我今儿给你怎么了？
你等着，我是今儿没吃饭，等我把那面吃了，你给我等着。13000是吧？是不是叫13000？是，怎么了？一刀把你砍成2个6500，信不信？你来呀你！哎，就他这种人，你一定要防着他。我跟你说，挑拨离间、居心叵测、阴险小人，在背后骂别人啊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我看他不是喜欢你，就是喜欢罗刃，是不是啊？你才喜欢罗刃呢！你说谁喜欢罗刃呢？我才不喜欢罗刃！你再说一遍！你。找你！谁他妈出的面？木代，我和13000去村里看看，你留在这儿陪红纱，有什么情况电话联系。木代，好了吧？啊，给。那个，你是不是还在想13000的话呢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他那个人的话不能听，他就是故意的。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。我感觉罗刃对我挺好的，有点超出一般的友谊。但是他有的时候又挺冷漠的，就好像我们之间是有距离的。我能感受到他其实挺介意我们之间有一些感情的交集的，你能明白吗？那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他这样让人猜来猜去的，他累不累呀？我很累。不行，木代，我们得打直球，你得直接问他。我直接问他？对。我不好意思。不行，你得好意思啊！哎呀，你得这么想。我给你打个比方啊，就好像你走进了一片茂密的大森林，你偶然间看见了罗刃他这棵小树苗，于是你想栽培一下它，但你得知道他的想法呀。他要是愿意的话呢，你就好好栽培它，它就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。他不愿意的话，你再怎么培养它也没用啊，它也长不大的。而且，万一你培养到最后，它歪到别的小树苗上怎么办？你闹不闹心？再说了，咱们要条件有条件，要长相有长相的，还怕他不愿意？那一大片茂密的大森林等着你挑呢，何必纠结在他一个人身上？是不是？所谓你既无心我便休，问一下直截了当，不比你在这纠结强，我看着都累。你还挺操心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那找个机会问一下。要快啊，不能拖。罗刃，你说昨天那个人真的是严九霄吗？咱们要不准备个大喇叭，把他给喊出来吧？哎，我在想，欣姐让我们看到幻象，我们跟着幻象的指引来到了这里。截至目前，我们遇到的那个神秘人和老棒都挺不合常理。你说，他们会不会和欣姐有关系？那可不好说。你说，会不会还存在另一根心结？罗刃，老组长家。有人住。老组长不会真的没走吧？
咱们这淹死的人，因为找不到尸首，会用稻草人来代替。当初我爸妈下葬的时候，棺木里躺的就是稻草人，把稻草人放到餐桌边上。倒是没有这个习俗。进屋之后那场景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刘先生，那个热水来了，我给您放这儿了。刘先生，我扶你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刘先生。59岁，吕秀英，女；55岁，李亚青，女；23岁。他为什么会以那样的方式说话？他杀了什么人？怎么杀的？他杀那个人为什么？而且他说话的样子就像打报告一样，特别恐怖。他说了几件案子？2件，落马湖是第1件案子。第2件呢？老板，一件有一件的价钱，你也懂的。但是他就是杀人犯，而且用的就是鱼线。那后来呢？人、尸体都在，确实是死了，但是他的背上被人割走了一大块皮。报警吧！不是，这会经理已经报警。有人报警了吗？人皮是被割走的，你跑出去之后有人进来过啊？没有任何人进来啊，而且那个走廊是个死胡同，我就站在那里，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人进出。那你凭什么说那块皮是被人割走的？因为那个伤口的边缘特别光滑，那肯定是人为的，而且是利器割的。利器割的？啊！我的个乖乖！哎，姐妹，你自己听听你说的这些话，扯不扯呀？你要说这人死了，我们大伙儿还能相信一点。关键是一块死皮，谁要一块死皮干什么呢？就是给割了一块人皮，长辈少一张人皮，你去查他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们当时就报了警，而且走廊里看热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。精彩，编的有鼻子有眼的啊，看得出来下了不少功夫。万老板，做生意要诚实，打听不到真消息不丢人，编瞎话骗钱，吃相就难看了。不是老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编瞎话呀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没说这件事是假的。也许当时那小旅馆确实死了一个人，也许那死了的人被人割了人皮，但他跟22年前落马湖的案子没关系。刘树海也不是落马湖案的凶手。刘树海就是杀人犯。撒谎！
我没有撒谎，你不买我的线索呀，王老板，我的线索是真的，你可以不买啊。王老板，我花钱是为了查落马湖的凶手，其他案子再诡异10倍，我也不感兴趣。咱们都是买家，我要的是消息，只要真消息，假消息我1分钱也不会给。你们的意思呢？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罗哥，这个消息怎么说？付钱。哎，好嘞。整件事情就是这样。今天来的我和一个姓马的都是代理，那人傻呵呵的，看不出什么。但是有一个叫李坦的，他一口咬定消息是假的。红叶，你觉得呢？据我了解，我也觉得岑春娇说的不太对。假的？合着我在这坐了半天，听他编了个故事啊。不过红叶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李教授呢是我的恩师，他家的事儿啊，我一直放在心上的。不仅是通过万分火。哦，那咱们这钱付还是不付？照付吧。万先生这么多年去打听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。好吧，红叶，人真好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还托了别人。哦，你刚刚说那位李先生好像很了解当年的事儿，你去多接触一下他，看看他都知道些什么。行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那先挂了啊，红叶。还有鱼线杀人。你这个恶魔，去死吧！他明明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怎么可能没死呢？李先生，不好意思，2比1。万文火，能搞到真消息，我命都能给你。这钱你收着亏心，我花着不值。李先生，请留步。今天的参会者，我在巴蜀别院都订了房间，晚些时候还有资料要发放，您可记得一定要来拿。万老板，那我也先撤了，晚点回来。好，穆小姐请便。哎，罗哥，我要回车那儿。啊？为什么？照我说的做，往你的左手边走，右拐进商场。哎，罗哥，我现在已经到商场了。怎么说？继续往下走。继续往下走。你被跟踪了。我被跟踪了？快跑！好。按呐！几楼？5楼。有病吧？啊！哎呦！
办得怎么样了？这么长时间。万老板有规矩，我知道，但规矩都是人定的，没必要认死理。摄像头是我放的，以后不会再用。还有，你的生意我没什么兴趣，请你以后也不要过来找我。懂，我都懂。哎，先生，这瓶酒咱们标价200。200，好嘞。亚青，你放心。 他们都在糊弄你，我绝不会糊弄你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揪出来，揪出来。把钱包还我！站住！哎，回来！ 把钱包还给我！怎么事儿，曹哥？练架子、扎手，就他，别大意，咱俩一起上。钱包还我！哎，都2回了，咱俩跟拴上了似的。今儿这档子事儿和您没关系吧？不该您管的事儿您偏管，你懂规矩吗？啊！那什么，这东西先给你吧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 真他妈不仗义！把钱包还我！在这儿呢，看看有没有少钱。钱不重要，主要这张照片，丢了就没了。 姑娘，谢谢你啊！哎，起来，道歉。哎，算了，他们是团伙，别跟他们纠缠，省得惹一身麻烦。哎，这位大哥一看就有经验啊，你得听劝。我那兄弟要真勾来人来，你也吃不了兜着走。是吗？是，是。干嘛？话留住我算什么呀？ 姑娘，今天多亏了你啊！但是一个女孩在外面还是少和这些地痞流氓瞎接触，容易吃亏。嗨，谁怕谁呀？李叔，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查落马湖这个案子？你呢？你这个年纪，案发的时候还没出生吧？你又为什么查呢？我呀，我是替我养母来的，她是李教授的学生。 恩师一家出了这么惨的事儿，他一直放不下。难怪。因为他。他是谁啊？他叫李亚青。 他
他怎么跟红姨这么像？他叫李亚青，李教授的女儿李亚青。如果那天没出事儿，那一年我们就订婚了。唉，20多年了，为了这个案子，我丢了工作，弃了前程，追查了半辈子，还不是心里有坎儿过不去吗？李叔，你确定你那个朋友真的死了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说这件事情查清楚了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觉得，万一看错了呢？你当我瞎吗？不是。你觉得我连自己的爱人都认不出来？我当时还是警察，这种事儿我能搞错？凶案发生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。你知道我都看到了什么？现场惨不忍睹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我甚至能在脑子里复原出亚青是怎么倒下的，怎么被拖动的，又怎么被缠进那该死的鱼线里。李叔，我累了，你慢慢喝。对了，你养母既然是李教授的学生，也算是沾顾，你告诉他，别信岑春娇的话。哎，为什么呀？2年前，凶手又犯案了，同样是鱼线，同样手段残忍。我跟他打过照面，只可惜我没看清他的脸，所以5年前死的刘树海肯定不是凶手。您回来了。哎，妹妹，你看我多乖，我都没敢挪窝。第几次了？我昨天你叫我妹妹了吗？这么年轻漂亮，叫别的不叫姥姥吗？看出来你是惯偷，报警完事儿。别，怎么能是惯偷呢？你这么想，我拢共就做了2票案，还全都折你手里了。我手这么潮，能是惯偷吗？我就是那个悬崖边上的孩子，你拉我一把我就回来，推我可真下去了。我师傅说了，人在江湖路自选，在一在二不在三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没有下次了啊！您放心，打死我也不敢了。谢谢。瞧你那德行！怎么着，准备跟踪报复啊？不能，我是看您身手怪利索的，心向往之，不知道有没有荣幸可以认识一下。没有。妹妹，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功夫，哎，这是我的偶像李港龙，他的片儿我全都瞧过。但是现实生活当中，我遇见的会功夫的人，您还是头一个呢。这个，您这功夫还都使我身上了，是吧？这所谓不打不相识，在下曹延华。孔曹延华，军委陶江，名字这么来的？您瞧，您连我名字的典故都知道，真是文武双全啊！当然了，论拳脚和您比那是太微末，可我也会些个江湖手段啊，保不齐什么地方还就能帮着你。你就比如现在，我就能明确地告诉你，从茶座到这儿，是哪个色狼在盯你的梢。Follow me。
注意了，表现得自然点啊，朝我的斜后方看。水果摊儿，穿棕夹克那小子就是，错不了。刚才我被捆那儿的时候，有一无人机就嗡嗡嗡的飞，我还以为拍我呢，赶紧躲起来，没成想那飞机朝你去，那很明显了，先偷拍再跟踪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要是为了报复我，诓我骗我，妹妹，这话就伤人了。我前进杯曹爷，就算要报复，也不能用这么不入流的手段。信我，那小子有鬼。今天的草莓挺新鲜啊。对，今天刚到的货。啊，要不给您来一盒？好。怎么支付？好，慢走。喂，喂，你干嘛跟踪我啊？我跟踪你？哦，你可能误会了。我朋友在这边住院，我过来看他，空着手去不太礼貌，所以就来买点水果。可能是碰巧，跟你走重路了吧？是吗？波姑娘，如果你只是想认识我的话，我叫罗任，这是我的号码，你可以随时打给我。就让他走了？罗任，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别可将。李叔，您去哪儿啊？木代姑娘，事儿结束了，晚上航班便宜，我准备走了。也是，我红姨也催我回去呢。本来以为这次能得到点线索，可又空跑一趟。20多年了，一直在空跑，每次都一样。不过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连那张照片都丢了。走了。李叔，您几点的航班呀？有事儿。我请您喝2杯。李叔，您能跟我说说2年前这个案子的情况吗？那件事儿发生在小商河，不过追本溯源，还要从落马湖说起。每年到出事那一天，我都会到现场走一走。我干什么？就是想在屋里转一转，提醒自己别放弃。
20多年了，整习惯了。那一天正是漏马湖案整20年，是雅静的生日。当时我正在楼道里抽烟，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人进了雅清家。他进去干嘛？我不敢靠得太近，但我从门缝里隐约能看到，他在用手一处一处摸着墙上被钉子凿过的洞，像是在重温以前曾经的记忆，还很享受。你知道吗？有些心理变态的凶犯，就喜欢在纪念日重返犯罪现场，重温当时的感觉。总之，在那样的日子，他以这样的身份出现，我不信他跟这个案子没关系。那你没抓他？我早就不是警察了。再说，凭感觉当不了证据。我决定先盯着他，我就这样一路小心翼翼。一路盯到小商河。小商河？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商河？没有啊。我追着他来到小商河，找了好多天，终于在一个铺子里发现了他。走进铺子才发现，一家人都死了，那个凶手还在用鱼线绑尸体。我当时满脑子都是，不能再让他跑了，至少先打晕了他再说。但他头部受到我的重击，却跟没事人一样，力气也出奇的大。我被他打得很惨。直到突如其来的大火让他慌了神儿，我才找准时机将他压制。没想到突然有人偷袭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医院里了。谁送你去的医院？不知道。医生、护士都没有看清。我从医院出来以后，听说出事那一家是一间羊肉铺，半夜熬汤的时候，火苗不小心从火塘里窜出来，烧了半条巷子。等火扑灭的时候，那一家人烧的几乎都没有了。那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吗？你没报警吗？当时头受了伤，记忆混乱了好一阵儿。我养了小半年，才陆陆续续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。我也想过报案，可一来，案子已经结案了；二来，我又提供不了有力的证据。我连凶犯长得什么样都没记清。如果你当时被打晕在了现场，应该会被警察带走或找你问话的。可是他们没有，就说明你当时已经被带离了现场，并且有可能被人送去了医院。可是一个连环杀人犯，凶手为什么偏偏放过你呢？是啊，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我应该死在那场大火里。有没有可能那个年轻人跟凶手不是一伙的？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同伙，他都是关键。李叔，您被打晕前不是看见他的脸了吗？画下来呀，5、6分像也行。你以为我没做过吗？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张脸。有的时候想劲儿大了，头像炸开一样。
你试过催眠吗？那种歪门邪道的东西怎么能信呢？李叔，催眠是科学的，它能帮助你把潜意识回到现场，帮助你场景重现，很有用的。我之前做过催眠治疗，而且我感兴趣还去学了呢。来，姑娘，如果你学过，要不你拿我试试，我信你。啊，不行，我那点伎俩入门都还差。你可以找万叔，他会帮你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。哦，对了，李叔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李教授是不是只有一个女儿？雅青有个双胞胎姐妹，2岁就被拐了，一直没找到。喂，红姨。布袋，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好几天不见你了，红姨都想你了。红姨，你是不是又去拜佛了？耳朵倒是挺尖。红姨，我这趟不辱使命，我从李叔那儿得到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呢。我跟你们说，李叔说凶手根本就没死，2年前犯案的时候还和李叔交过手。没死？真的没死？对啊，没死不是挺正常的吗？红姨，你怎么了？红姨，红姨！哎，妹妹，你这去哪儿啊？回利息。回利息？别，你多待几天，我请你吃饭。下次啊，我赶时间。下次你还回来？师傅，去机场。哎呀，红姨，哎呦，莫大呀！红姨，你睡好久了，你没事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早就回来了。我没事儿，我呀，今天太阳太大了，晒得我头直晕，又被车蹭了一下，但没事儿啊，放心吧。没事就好，快去吧。行，那我去楼下看着点，有事叫我啊。这都喝半瓶了，跟你喝酒喝1整瓶呀？这酒好贵的，你不吃亏吗？怎么会？哎，老公，老公。这儿呢。喝一碗还没跪够是吧？不是，他是让我看看。哎，麦坎伦。好啊，改一个字儿就骗到手了。你死渣男，你不要脸！哎，不，别，我对你是真的，我跟他真不是那，哎呀，老公，他跑了，你不追呀？夏老板娘，你可别这么叫我，我担不起呀，我追，我追不了。
开个玩笑，使使劲儿啊！我要帮你蒸了骨，我蒸的技术老好了。哎呦！夏老板娘，我是顶不住你这8年的功夫，我这手要断了！救我！救我！现在救我！牡丹，牡丹，在这瞎闹什么呢？红爷，哎，你松开啊！啊！哇！你别总是欺负13000，我没欺负他。这张叔在外面忙活了半天了，你赶紧让他去帮帮忙。就是，去吧去吧，快去追吧！你上来，有话跟你说。哦。切，追他个屁追！杜甫，爷宽容，不跟你计较。张叔也是，这杜甫也不告诉我，真是的。你呀，别总跟13000过不去。看你，总叫人家13000，13000，我连他的大名都忘了。我叫他13000，就是时刻提醒他，你帮他还了13000块的债，他得感恩戴德，他欠你。那也不是白欠的，13000块，他要在我酒吧打工1年呢，这样算下来挺合适的。打工1年，哎，您瞧着吧，这1年啊，得各种揩店里的油水做小账。他这种人才不会做赔本买卖呢。哎，红姨，您不是睡下了吗？怎么又起来了？李老师家的案子啊，是压在我心口的一块石头。快跟我讲讲你打听到的事情，要不然红姨真的睡不着了。那个李坦在小商河看到的凶手，多大年纪？有多高？个子不高。好像这么高。对呀，哪不对啊？啊，没事儿。那不吃了，红姨，你都吃饱了。哎呀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哟，读副手，拆个包裹就那么开心啊啊！拆会计的快乐你不懂，我知道擦桌子快乐。哎，这快递单号呢？这能是快递吗？谁送的？匿名的，不会是爱慕者送的吧？我早上看放门口没注意到。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桌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别可香。李叔，催眠挺管用的，画像画出来了。是吗？这就是那个罗任跟落马湖案凶手是一伙的。他年纪也不大呀，这案子都过去20多年了，说不定是凶手他儿子呢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这个罗任真的很可疑。我在那个乌江的时候他就跟踪我，后来又买通陈春娇截胡消息，那现在又跟到丽溪来，总不能是来旅游的吧？我关心老师家的案子是人之常情，就为这个，他们跑来对付我，这不至于。红姨，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什么恩师？你是李教授的女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很难吗？我看了李坦钱包里的照片，那李亚青的照片跟你一模一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再一打听，李教授家本来就有一对双胞胎，
其中一个2岁多被拐了，那被拐的是不是就是你？长大后回家寻亲，发现家里出了事情，所以一直追查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有什么好瞒的呀？真是太见外了。你这个小机灵鬼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严重的。你想啊，凶手犯过那么多案子，都是灭门的。我觉得他多少心里有点变态。他会不会发现你是漏网之鱼，觉得自己当年的事情没有做干净，想完善一下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人都找来了，防是防不住的吧？怎么防不住？这事在人为，说不定我能揪住他，把他送去法办呢。以后每晚都要检查安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哎呀，谁呀？大晚上还打电话？喂，你好。喂。今晚不会来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见。太嚣张了吧！明天见，你当我吃素的呀？明天见。没本事的人才虚张声势，哼，等着你来。大姐，我问一下，叫谁呢？黄大海。对不住，帅哥，问一下，木代住这儿吗？木代，你找他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看看你。呀，你这咋了？还挂彩了？你是不是偷东西让人给逮着了？被打了吧？你瞧，你真冤死我了！我这才叫一言难尽。就跟我一块玩那几个孙子啊，太不规矩了，非要在医院里头出活，还专挑老头老太太下手。那老头老太太，你说他那钱是什么钱？那钱是拿来救命的，偷人家那这丧良心啊！我赶紧给拦了，这帮人不干，还要揍我。我不信，你良心这么好啊？真事儿啊！我能惯上他们吗？直接就跟他们滚起来了，身大力不亏啊！就是滚的动静太大，把警察给招来。木代，这位就是你外地来的朋友。嗯，他叫曹延华，这我红姨。姨，你好。您好。那位是张叔。姨夫。啊？您好。不是，他是帮忙的。嗯。这13000。哎，这见过。哎，对。你的住处定了吗？他还没定呢吧？你是不是没定呢？没呢。这样吧，别费那个钱了。我记得13000房间是高地铺是吧？你那上铺是不是空着呢？老板娘，我来安排。咱们啊，聚散随缘酒吧，相逢即是缘。好话。嘿，刚我没听清楚，您是叫曹？我曹延华啊，我曹兄。听着像骂人。我三兄。哎，对。哎，曹兄，要是咱在那门口地板上用黄金镶出一个豆子，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日进斗金。哎呦，就是吉祥话。你们俩真的是，曹延华，你给我回来！木丹，曹先生远来是客，你得客气一点。看你那凶巴巴的样子。啊，靠窗那桌刚进来的，赶紧给人家点单去。嗯。你教着点我。哎，我试试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喝点什么？有什么推荐吗？如果您喜欢喝鸡尾酒的话，152轰炸机还不错，曼哈顿也不错，口感就……
你刚刚推荐那几款酒，口感怎么样？我们换个地方说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喝酒的，不是来跟你说话的。别想动我红姨。老板娘。 红姨，他是罗刃。霍从是吧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罗刃。咱们曾经是邻居。邻居？你忘了吗？我家住在落马湖陈前巷11号。我记得有一年下大雨，你家漏水，我爸还帮你修过雨棚呢。 我想起来了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差点没认出你来。怎么样，你爸还好吗？我爸？对，你爸。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请你喝一杯吧。好啊。红姨，担心什么？没事的，我们就在那边。走。 真是邻居。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难道我应该成群结伙的来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同伴吗？同伴？小商河。 半夜羊汤，你还为了你的同伴打晕了李坦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他怎么没有来？你好像很期待他过来啊。他还没死吗？ 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，对吧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厚。 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着？哦，我没事儿。后来几天都很平静，我就放宽了心。可没想到，好想他快醒醒，醒醒！我爸他不见了。
你不是反锁大门了吗？翻墙走的。你相信吗？我叔叔50多岁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连自行车都骑不好，他居然能翻过4米多高的围墙。而且我觉得那个人满头白发，应该好对付，可万没想到，他力气如此的大。我立刻追出去，途经一条小巷，巷子里有一户着火了，里面有人在厮打。你去看了？屋里的景象很惨。李坦是不是也在啊？刚开始我以为李坦是凶手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正掐着我叔叔的脖子。你知道的，有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一个画面，并不是真相，但你会仓促下结论。我知道。当时我把李坦给打晕了，叔叔就在这个时候跑了。我看到他的眼神，那种嗜血的眼神，我立刻明白是我搞错了，我叔叔才是凶手。当我追出去之后，看到他的速度和力量，那根本不是我叔叔，可他确实是我叔叔。那后来呢？罗小刀，我爸他怎么了？叔叔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？啊！我说过，老人，不要让我出去。平平，把绳子拿来，快！我把叔叔绑起来，先去找倪坦，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。我得问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刚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谁杀的人？抓住了，终于抓住了，抓住了！说什么？月清，终于抓住了！你说清楚！我送你的山里。我赶着送李坦去医院，于是把叔叔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吩咐娉婷等我回来商量。伊坦误会大了，回去我跟他解释解释。我以为把人绑上，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双重保险，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已经尽最大速度赶回来了。可没想到，叔叔死了。娉婷，娉婷疯了。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许他听说我要报警，赶紧把叔叔放了出来。可法医鉴定，叔叔是自杀。那娉婷为什么会疯呢？就算目睹叔叔自杀，至于被吓疯了，直到我见到了曾春娇，了解到柳树海当时发生的情形，我才意识到，娉婷也许经历了同样可怕的事情。整件事情都太诡异了。我从这个案子开始回溯，从李坦开始查，知道了落马湖案。但落马湖案的真凶绝对不是我叔叔，他那个时候还在国外求学。后来了解到了有霍子红这号人物，然后我整合我所能寻求的一切线索。如果这是一场大戏，现在整个戏言都在霍子红一个人身上。
木丹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红衣不可能是凶手。他也许不是凶手，但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还记不记得昨晚我们在后面聊了一会儿，他上来就问道：“他没一起来吗？”那个他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当时就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了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到一起来呢？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我意识到我们在系同一鸭讲，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但聊的不是同一个人。他说的不是我叔叔，而是真正的凶手。他的语气让我觉得他跟凶手打过交道，于是我扎了他一下。你知道落马湖岸的真凶是谁？你也不是真正的火子红。接下来他什么反应，你也看到了。想起什么了？张光华。张光华是谁？张光华是我红衣在万烽火那儿背的第二个案子，他也是落马湖人，而且之前跟李亚青住过同一栋楼。后来，落马湖的案子发生不久，他就失踪了。再后来，他的贴身物件被发现在大通的颐和滩那儿，好像人是遇难了。大通。大通。地名怎么这么熟啊？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。刘书海翻车落水的地方。对，就在大通。对。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放哪儿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下午也没见到木袋了。行，那你再找找吧啊，哎。哎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啊？红衣。来啦！我这个，最近发生太多事儿了，我想祈祷一下，保佑咱们酒吧平平安安的。红衣，你都来了，那你来吧。好了。怎么样？我没找到。啊？我不知道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到底放哪儿了。没事，万烽火那儿应该有底本。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3起案子大致情形我都了解了，得尽快理出他们之间的关联。直觉告诉我，里头应该有条暗线。等，3起，不是2起吗？哦，对，达罗恩特尔那件事情你还不知道。要不去我家，你帮我梳理一下，我给你补充更多细节。去你家？不了吧，太晚了。
也行，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再联系。行。不是，你住这儿啊？那我这……请进。是你家啊？租的，拎包入住。来啊！去哪儿？房间。啊？哎，资料在我房间。哦。资料在哪儿？这里能看到酒吧啊，还能看到我房间呢。我说这2天怎么总有一种被人偷窥的感觉？偷窥一般是不良目的，我这种叫侦查或者观察。来看资料，刘树海死前提过2个案子，一件是落马湖，另一件岑春娇没说。所以你私下向岑春娇买通了消息？这个案子发生在5年前，达伦特尔牧区冬天，犯案的手法也是先杀人，后使用鱼线。不过这个案子没人知道。没人知道。受害者被雪困住，又有狼群，这个事情就算在天灾头上了。话说回来，这几个案子从地域上看有什么规律吗？彼此距离都很远，看不出什么联系啊。时间上呢？第2起和第3起案子之间隔了3年，但是第1起和第2起案子之间居然隔了17年。然后就是每起凶案的凶手，我始终觉得第1起案子不是刘树海做的。第一，2起案子相隔时间太久；第二，案子发生的时候，刘树海才刚成年，怎么会突然到落马湖杀死跟自己毫不相干的李雅青一家呢？对啊，我之前一直没有头绪，直到你跟我提到张光华。很巧吧？张光华也住在落马湖，而更巧的是，张光华的遗物遗落在大同，柳树海也是在大同翻车落水的。他们2个都有一个时空交点，大同，而柳树海和我叔叔之间也有一个。刘树海是在济泉死掉的。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叔叔失踪那次，我帮忙回来找。我问娉婷，叔叔离家出走之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结果娉婷告诉我叔叔曾经去济泉出差，回来生了一场大病。从那之后就不对劲。5年前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叔叔买错票，是我跑错了地方，阴差阳错的住进岑春娇的小旅馆。好，那好，就这样。上楼右拐，一直往里走，202房。岑春娇说刘树海住203啊，这么巧啊？就是这么巧，单双号门。刘树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也在。经理已经报警了。抱歉。还记不记得，刘树海死的时候，背后少了块皮？岑春娇说过，他背后的那块皮形状特别规整。我叔叔也是。
刘树海自大通落水之后就不正常了，你叔叔从济泉回来也开始古怪，我觉得有问题，就好像一个杀人接力游戏，前一个人死了，后一个人继续接力，再去犯案，然后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想到什么了吗？想到什么？接力赛结束了。什么意思？刘书爱死的时候，我叔叔在他身边接了下一棒，而我叔叔死的时候，他身边还有个人。娉婷。打扰一下，慢用啊！谢谢。妹妹回来了，你干嘛去了？办事儿。啊？你这么大木袋亲自办事？不是，你看人唐僧，妖精不用他打，斋饭不用他画，连担子都不用他挑，就因为他手底下有仨好徒弟。您甭仨，哪怕培养出一个死心塌地的徒弟，你省多大心？你就是想拜师学东西吧？我行吗？哎呦，没戏！我上头有师傅，我收徒弟的事儿得他认可你。哦。哎，妹妹，那这么着，回头您给引荐引荐，是不是？我拎个点心匣子去，我这也算带艺投师。有点道理哈。但我师傅最恨当过贼的人了。我那大师兄你知道吧？大师兄。哎呦，当年他一时糊涂做了错的事儿，那个偷了人家东西还是怎么着？那让我师傅给收拾的，哎呦，家法伺候，现在还没好呢，手腿都断了。啊，像你这样劣迹斑斑的呀，真想多了。好好干活吧啊！气性也太大了。曹兄，这聪明人得看清形势。那武学是走向示威的，你就算练成了绝世高手，我一颗子弹过来，你也得谁练成了为了跟人玩命啊？瞧着床上那张纸儿，识字吗？第4步，我要成为巨星。哎呦，你还成为巨星呢？你第1步就迈错了。你不是有前科吗？你成了也是塌房艺人。你扶一把，扶！不是你这还练啥呀？啊！哦，不要随便评价别人的梦想。哎呦，你还有梦想呢？行，那我也有梦想呢。还问我什么梦想？我的梦想呢，就是有一位颜值过硬、温柔可人的富婆从天而降。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？这许我一世安稳，免我半世流离。吃软饭呗。不是曹兄，这话怎么到你嘴里就那么的俗呢？只是多了些许金钱的元素而已。所以这才是梦想嘛。这梦一梦，想一想就行了。再说一句啊，曹兄，你有地儿睡，有饭吃，将就着活吧。不是三三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灰呀？你年纪轻轻的，眼睛里就失去色彩。我可不能跟你一样，就怕白天没什么事儿。明儿啊，我再出去打一份工，哪么扛大包呢？凭自己力气吃饭不丢人。
我得让穆代对我刮目相看。呦呦呦呦呦！啊，对了，哥们儿，如果有一天啊，我这第4步要真成了，别去举报我啊。不行，要弄清真相，还是要从弘毅入手。还没睡。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割皮的人应该就是终极大 BOSS 了。这人会是张光华吗？罗文淼那次也就算了，刘寿还死的时候，岑春娇就在走廊里，那么短的时间，他能做到进屋、割皮、逃走，不留任何痕迹，太可怕了。这哪像人能做出来的？都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那个李坦，气死人了。啊，他呀，他怎么惹到你了？你说那个李亚青，他充其量就是李坦的女朋友呗。人为了他都搭进半辈子了，工作也丢了，开个小卖部维持生活。他居然跟我说他要把那个小卖部给盘掉，凑钱继续找凶手。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呀？还到李亚青坟前说：“我发誓，我一定要给你个交代。”这不搞笑呢吗？别人眼里他就是笑话，让别人都笑话他。你过分了啊！弘毅怎么教你的？要有同理心，那是别人的不幸，你怎么可以在背后这么议论他呢？对不起啊，弘毅，我是不该这么讲李叔，但我心里有个疑问。弘毅，你还记得那个罗刃吗？他叔叔、他妹妹，一死一疯，他自己都是个受害者。你是说，罗刃也是受害者，而且杀他叔叔的凶手跟20年前的凶手有关系？嗯，所以找到落马湖的凶手特别重要。弘毅，我都看得出来你知道一些事情吧？可不可以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，把能讲的讲出来？穆代，你想多了。弘毅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犯得着让那个万夫火去打听干什么？行了，你别问了。娉婷又严重了，不能再等了。莫代，可以给我李坦的联系方式吗？
我听说李坦来丽溪了。嗯，我现在就去见他。那你怎么没有跟他电话说清楚啊？李坦性格冲动，这么复杂的事情还是面聊比较合适。你也知道他性格冲动，我是怕你们俩还没聊上，你就被他打死了。我战斗力这么差吗？总之你们见了面先讲清楚，免得误会。哎，我要不是答应红姨陪他来庙里，我就跟你一起去了。放心吧，聊几句而已，不会出事的。先挂了，再联系。这不过河拆桥吗？也不回信息。木代，红姨，你可算聊完了。喝酒啦？林叔，你怎么满头大汗的？我找着凶手了，老子死了，这个，但是我找到了小的，我这也算整平步了。罗刃，不是李叔，李叔你搞错了。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？罗刃家。走，啊，快走。别过来！不对，你出去，快出去！李叔，你别这事儿跟罗刃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我亲眼看他叔叔杀的人，他就是帮凶，居然骗我说他叔叔被人控制了，我呸！我是3岁小孩吗？啊，眼见为实。李叔，任何借口都没有。你先把打火机放下，杀人是有罪的。我连命都豁出去了，22年了，22年了，我终于可以给雅青一个交代了。李坦，是我，李坦。雅青。雅青，是我。走的。后来那对夫妇出了车祸，临死之前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了他，他就搬回了落马湖，住在陈前巷。他在电话本上找到了我的电话，就试着打了过来。天哪，怎么会一模一样？我看看，太像了。天哪，一模一样。也许真的是血浓于水吧。虽然是头一次见面，但是我俩毫无隔阂，亲热的就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。哎，子红，过来，我当时意识到，坐这儿，这是件好事儿啊，是一件大喜事儿啊，这样会彻底改变家里压抑的现状。我想着选一个好日子，把妹妹隆重的推出来，给我爸妈一个惊喜。恨死了！再然后，就到了我俩生日的那一天。走，雅青姐姐，可真漂亮，快进来吧。我还是有些害怕。没事的，快进来吧。是李坦来了吗？啊，不是，是我订的蛋糕。快进来。别
别紧张，你放松点，就当是自己家。赶紧把大衣脱了，一会儿啊，干忙活忙活，千万不要害怕，完了就躲那衣柜里。这样行吗？没关系，你记住，你现在是李雅琴，我是霍子红，一会儿该干嘛干嘛，赶紧去，快去啊，快去！雅青，帮我拿壶热水来。哦，来了。愣着干嘛呀？来，把水给我。这孩子。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你要干什么？别过来！不要！不要！别过来！心里想着，不能出去，不能出去，我一出去就全完了。后来，我渐渐失去了意识，昏迷了过去。后来呢？那个人真的是用于贤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迷迷糊糊的听到他出门。当我从柜子里爬出来之后，红叶，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的尸体。红叶，被鱼线挂在了屋子中间。当时整个人都疯了，我捡起地上的包就冲了出去。
可笑吧？我那么爱的人，心心念念的人，居然可以用那么残忍的手段杀了我，还有我的全家。我一直在问我为什么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报警了吗？没有。我之前人跟人是麻木的，我什么都没想。但是我后来，我突然就觉得浑身燃起了一团火，我就要亲手杀了他，我要亲手杀了这个畜生，用最残忍的手段杀了他，我要杀了他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红叶，他那天晚上没有回家，去了长途客运站。我一直跟着他，买了同一辆车票，上了同一辆车。仇恨真的可以瞬间改变一个人，我居然可以那么镇定地伪装自己，跟踪尾随，一直没有被他发现。就这样2天2夜，几次3番转折，最后到的地方是大同。这个畜生做下这么残忍的事情，他还能够心安理得地去吃饭。干嘛呢？付一下钱。啥呀？着火了呀你家？水库还有3分钟泄洪，请闸口下游的民众离开。水库还有3分钟泄洪，请闸口下游的民众离开。雅琴，怎么会是你？怎么会是我？你说为什么会是我？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？你为什么要杀了我？你杀人都不放过，你为什么要杀他们？为什么？我会想杀你，我真的会想杀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说话，你说话！你这个恶魔！
当然不是张光华的对手啊。后来体力逐渐不支，但也许是我亲人在冥冥中保佑我吧。后来，沿着边上的护栏爬了上去。我在那儿坐了一夜，也想了一夜。我没有杀人，但是张光华的死是我间接造成的。而且我一旦回去，那势必是要跟警方说明一切，那我和张光华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就要曝光。在那个年代，那个小地方，风言风语是要人命的，就连我死去的父母都会被人说闲话。天亮之后，看着太阳升起，我突然觉得老天已经给了我重生的机会。所以，你想到冒用霍子红的名字？凶手也死了，家人的仇也报了，李雅庆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了。以一个新的身份重新开始是最好的安排。你都知道了张光华的结局，还向万烽火打听他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不得个准信，我心里不踏实。那李叔呢？你没有想过他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跟李坦的交往，只是为了让我爸高兴。所以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李叔，只是逢场作戏吗？那，你跟李叔也是这么说的？我看他刚才好难过，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。红姨，你不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吗？他会觉得自己半辈子的坚守只是个笑话，你骗骗他也好啊。就是因为李坦蹉跎了一大半辈子，我不希望他再继续为我这种不值得的人浪费人生。好了，红姨该说的也都告诉你们了，我累了，你们先去吧。
你也不用为林探探讨原罪，爱或者不爱掩饰不了，他总会知道真相，他也有权知道。事情好像真相大白了，但是又云里雾里的，好像对娉婷也没什么帮助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呀？追杀不一定有结果，结果不一定让人满意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想，我也该回小山河了。嗯，也好。你陪在娉婷身边比较稳妥。很高兴认识你，下次见。穆旦，说出埋藏心里多年的秘密，整个人都轻松了。可一想到，因为我的懦弱和逃避，让那么多人陷入不幸，甚至蹉跎半生，又为这份轻松感到羞愧。红衣决定回一趟落马湖，把未尽的事做完。不用为我担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也应当有这份勇气，直面过往、当下以及未来。红衣也不让我去找他，洛人还不回消息。为什么还不给我回消息？上下情报。喂。喂，罗任。不好意思啊，回来之后一直忙娉婷的事情，没太注意手机信息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娉婷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昨天晚上差点把护栏给掰掉，想要逃出去。啊，那么大力气啊！和我叔叔当年一样，身体机能远超常人。好在白天都没什么事情，但是一到了晚上，举止就会变得奇怪。护士刚给他打了镇静剂，现在应该没事了，护栏也加固了。
那总是打药会不会身体吃不消啊？是啊，不是长久之计。但现在除了守着他，我也没有其他办法。那怎么办呀？身体有变化，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事情像被附身了。喂，万叔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穆代。哎，记得，穆小姐。先说规矩啊，在我这儿拿信息得先付钱。不是万叔，这年头客户最重要，是不是？那我红衣是你忠实客户，不是？我是不是你潜在客户？那我将来还能给你介绍客户，是不是？那面对我这个大客户，你要留住我，是不是跟我聊聊，提供点免费服务？这不应该吗？应该的。穆小姐说的极是。行。今天想跟万叔聊点什么呢？就是你不是经手过落马湖那个案子吗？你也知道这个案子疑点重重，古里古怪的。我就是想说，万叔你人脉广，有没有认识那种比较靠谱的，比如说研究什么超自然现象的专家之类的？我是想着遇事儿找专家嘛，是吧？喂，万叔，你还在不在啊？棍说，这个人呢叫沈木坤，他是个超自然现象研究专家，对古神秘学和外星人也很感兴趣。江湖人称棍哥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古籍看的是一码带一码带的。总之就是个杂家。你问的这个事儿，问他总没错。喂，沈先生，棍叔，你好，我是万烽火的朋友，我叫穆代。哦，小万万介绍的啊，他跟我说过了。哎呀，这个小万万真是的，我最近忙着写书。那个，既然是他朋友，那给你5分钟说。好，是这样的，我想请问您在平时的研究里有没有遇到过那种，就是一个人被某种力量控制，继而做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坏事，然后这种力量还可以离体再去祸害别人。这个描述的很模糊啊。可能我表达有点欠缺吧。我跟你说，你呢要问我问题，要5个确定的啥人、啥事儿、啥时间、啥地点，有啥与众不同。事情是这样的。刚才说人皮。对，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缺了一块人皮，还挺方正的。方正？有多方多正啊？有尺寸吗？有，我看一下啊。长23.5厘米，宽5厘米。这不方也不正啊，这是个长条，这个尺寸很特别，指向性非常强。很特别？一看你这个反应啊，你平时你根本就不读书，你根本也不去了解历史，对吧？古代简牍的尺寸呢，它是有规定的，长约1尺。那按照当时的度量，现在换算的话，大约就是23.5厘米，23.5乘以5，那是所有木简的常见尺寸。你刚才说那种力量，它可以改变人心，然后让人违心的去做一些坏事儿。对，改变人的想法，让人违心的去做坏事。23.5乘以5，这故事我听过，我还记过，对，但是我这个脑子一下调不到那个频道，我得看一下笔记。
等我一下。